北京时间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是破坏力最强的浅源地震，发生了140多次余震。截至目前，地震共造成甘肃113人遇难，536人受伤。地震波及邻省青海，已造成青海14人遇难，198人受伤，20人失联。由于震中周边地区居住人口密度较高，加上当地建筑的设防等级不高，而且地震是深夜发生，大部分人都在熟睡，所以此次地震遇难人数较多。本次地震的受灾偏重，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与震中所在区域复杂的地质构造环境有关，该地区地震后可能引发滑坡等地质次生灾害。地震距离受灾严重的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的积石山县第一中学，400多位住校师生被震感摇醒才知道地震来了。宿舍值班老师的广播提示开始提醒大家赶快去操场。所幸由于学校平时有地震应急演练，同学们没有过分慌乱，虽然大家都很快往楼下跑，但没有出现拥挤甚至踩踏。在操场清点人数时，多数人衣衫不整，有的还穿着凉鞋，感到寒风刺骨，冷得发抖，以至于完全没感觉到余震还在持续。凌晨3、4点，有的家长开车前来认领孩子，大街上乱成一锅粥，救护车、警车和私家车堵在路上，夹杂着鸣笛声乱作一团。目前积石山县气温低，今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7摄氏度，救援和避险人员防寒保暖是严峻的问题。国家地震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由四川省人民医院承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分2批共15人，已赶赴甘肃及青海地震灾区。我国低温救援经验较欠缺，此次震后救灾对救援队伍专业能力的考验较大。不过，当地的垮塌建筑以平房为主，平房倒塌属于浅埋压，救援难度相对不大，意味着救援可以展开。但是冬天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困难，比如救援人员的活动不灵活，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失温。房屋倒塌以后就失去能源，没有保暖功能了，所以被埋压人员会快速失温。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震级为里氏 7.3 级。2010年4月14日发生的玉树地震，当时玉树有雨雪天气，人的最低体感温度为零下4摄氏度至零下2摄氏度。现在急需的物资除了帐篷，还包括棉服、棉被、棉鞋、发电机、保暖设备、炉具燃料、方便食品、自热米饭等物资。由于要生炉子烧水，为避免发生意外，需要一氧化碳探测器之类的设备，另外女性用品也是需要的。12月19日凌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省紧急调拨2500顶棉帐篷、1万件棉大衣、防寒服、1万床棉被、1万床棉褥、1万张折叠床等中央救灾物资。12月19日上午，据积石山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地震造成房屋受损4782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受阻，部分区域停电，部分村电话线路故障，经相关部门连夜抢修，目前道路、电力、通信等救援生命通道已基本修复，灾情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甘肃积石山附近地震活动进行分析后认为，此次地震位于甘东南地区，距离最近的断层拉吉山北缘断裂约3公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大陆地震多为平移断裂地震，地震主要发生在2个地块的平行边界，
但逆冲型这种特殊的断层方式则发生在板块汇聚边界带上，如喜马拉雅构造带、天山构造带等。汶川地震运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且是一个高角度逆冲型强震。逆冲型地震主要沿青藏高原东北缘和东缘分布，而本次甘肃临夏地震震中就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积石山线坐落在沉积地层上，地震波经由反复发射而放大，形成场地效应，造成更大的地震烈度，破坏力更大。甘东南活动构造区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北部，是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一个重要组成区域。受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长期挤压作用，该区构造活动强烈，发育着东昆仑断裂、西秦岭北缘断裂、灵潭探昌断裂、光盖山叠山断裂、叠部白龙江断裂、塔藏断裂、岷江断裂、雪山断裂、虎牙断裂等多条深大断裂。从较大的尺度来看，甘东南位于青藏块体的东北缘，这里是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地带，易发地震。如果进一步聚焦，则应关注巴颜喀拉块体。甘肃地区就位于巴颜喀拉块体北部，从历史上发生的地震来看，6级左右的地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生一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发现，此次地震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共发生6级以上3次。因此，本次甘肃临夏地震并没有突破甘肃历史上地震活动的常态。地震发生具有空间集中性，21世纪以来，中国主体的强震活动都围绕着巴颜喀拉块体周边发生。从2001年的昆仑山口溪地震到2008年汶川地震，也就是说，本次 6.2 级地震正好处于中国20多年来的强震主体活动区域内。在该区域发生的地震中， 6.2 级地震是一个中强地震。甘肃临夏地震震中同时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的北部，南北地震带原本就是中国地震活动的多发地区。最近一次同样发生在地震带北部的大地震是1990年4月青海共和县发生的 7.0 级地震。这2次地震很像，本次震中积石山距离共和也只有300公里左右，二者在地理位置上也较为接近。12月19日，在甘肃临夏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人们对于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较大余震的疑问与关切，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根据本次地震区域构造、历史地震活动、地震序列类型等特征，综合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原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5级强余震的可能性。此次地震震中附近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共发生6级以上3次，均为孤立型或主震余震型地震。截至2023年12月19日8时，共记录到余震32次，而在地震发生后的4小时内，共记录到 3.0 级及以上余震9次，其中 3.0 至 3.9 级地震7次， 4.0 级以上地震2次。目前最大余震为19日0时59分发生的 4.1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介绍，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结果初步判断，此次地震为主震余震型地震。从目前余震次数来看，并不算多，因为中强震总体的能量不像7至8级地震那么大，所以之后通过余震释放的次数也相对较少。10公里左右的浅源地震对地表的破坏是最严重的。西北属于多地震地区，近年来整体上对房屋质量进行了一定改造，即使是农村，房屋也应该采取了一定的抗震措施。甘肃对房屋建造的抗震要求是能抵御烈度在7度左右的地震。与震级不同，烈度是指地震对地表造成的实际影响和破坏程度，震级、震中距、地表房屋密集程度、建筑物类型等都会影响一次地震的烈度。从这次的情况来看，
刚好相当于一个烈度为7度的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2022年一项对甘东南农村民居抗震性的调查报告，甘东南农居主要结构类型有土木结构、木架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和窑洞。受制于该地区经济条件，多数老旧房屋一般未设置抗震措施，而此后新建的房屋多为砖混结构、砖木结构，一般设置了圈梁、构造柱等抗震措施，抗震性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即使是抗震性较好的砖混建筑，鉴于农村各地区经济水平及农户个体经济水平的差异，且农村工匠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少相关抗震知识，修建的房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房屋的抗震性能。